今天这期内容比较偏向于闲谈，我想聊聊女命中官杀为忌和官杀为喜用这两类人，在面对感情时的处理方式、行为模式，以及他们吸引来的男生的类型，这些方面都有什么区别。我接下来分享这些内容并不是偶发的个例，而是一种稳定存在的趋势，是我在长期观察和分析中不断印证出来的共性的一种现象。女命的官杀为桃花感情对象，官杀为忌的体现主要就是遇人不淑嘛，遇到的桃花或者感情对象，要么没有责任感，要么就是没有能力，甚至是偏向于软饭男的类型。给大家举两个例子，其中一个是我现实中的朋友。 A 女辛亥日主，地支亥水伤官为喜神，所以她本人是非常想要有一个懂她的、理解她奇奇怪怪的点的人和她稳定下来过日子的。但原局七杀为气了，七杀为忌在她的命盘里的体现为她遇到的男生都没什么责任感，事业能力和赚钱能力也一般，凑合生活而已，和她比起来就有点拉垮了。这里要注意一下在八字里面找喜忌都是以日主为参照去找的，是看日主本人喜用什么，忌讳什么能量。如果看事业成就和财富的大小，就不以日主为主体去参考了，因为事业的高度和财富的大小更多依赖的是天时地利和人和，个人本身的喜好和能力在这其中起的作用反而是小部分。所以这里说的男方能力不行，也是指和我这个朋友比起来，因为我这个朋友的八字整体还是比较有层次的，再加上七杀这个忌神的能量比较弱，所以他的桃花质量不至于差到非常的离谱。男方的条件放在整个社会上就是非常普通的那种，不算特别差的那种类型，但和他相比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这种差距是从出身到学业到个人的事业成就再到长相，方方面面的。但因为原局伤官能量太旺了，天干和地支的伤官都贴身，意味着这个女孩子她本身就有一种偏离主流价值观的观念，她追求的也是一种灵魂式的脱离世俗的情感关系，所以只要对方男生给到她一种他能懂她的感觉，那这个女生对于感情和另一半的要求就会一降再降。原局中的财为仇神，在她的八字里可以看作是感情，寅戌拱午火，声旺代表男人的根，代表这个女生会因为情感上的被吸引而失去理性和对方发生关系，哪怕她本身并不是一个随便的人。原局寅亥合木，喜神声旺了仇神，仇神再接着声旺忌神，代表这个女生越是主动，对方男性就越不把她当回事，但对方越是不把她当回事，她就越想去声旺这个七杀，他就越发的在一段关系里没有底线，导致很容易被对方当作是纯生理需求的对象，而不是认真发展情感的对象。其实遇人不淑这个事吧，这个女孩在初期就多多少少自己有感觉到了，毕竟伤官为喜神嘛，还是很聪明很敏感的，但她自己不愿意承认这个事实，还帮着对方去 PUA 自己，想着再坚持一下就好了，说不定后面就更好了呢。这种自欺欺人的行为习惯就是官杀为忌的女生的通病，事实上最后也都是以女方忍无可忍的状况而结束的。这其实也算是一种比较好的结局了，因为这个女孩原局的七杀能量偏弱，所以没有给她造成非常致命的打击，但毕竟原局还是有能量流通起来的，她的喜神去声旺了仇神，再去声旺了忌神，这叫流通无情，所以他的感情总是会先经历一段时间的甜蜜，但这种甜蜜更多是他以为的，他想象出来的甜蜜。在互动关系中，对方对这段感情的认真度从始至终就没有他高，但因为日主的能量顺流到了夫妻宫上，又是伤官为喜神，意味着他本身就不是一个走寻常路的人，尤其在感情中不是。起初他并不介意这种不平等，他觉得他喜欢就行，接着他就会因为动心而不止一次的和对方发生关系，直到缘分彻底尽了，然后开始下一轮的与其他烂桃花的纠葛。婢女也是辛亥日，她的官杀就非常的旺了，这种过旺到为忌的情况就会导致她不仅总是遇到没有能力的男性，还是软饭男。
这里说的没有能力是指对方的事业和赚钱能力是远低于当地的平均水平的。软饭男指的是花女方的钱还理所应当，官杀混杂且都为忌，意味着他会遇到不同类型的男性，但都一样的低质量。七杀透干贴身克日主，日主非常的弱，但又从不了，意味着他遇到的男性脾气还都不好，性格还都非常的古怪。这个女孩子也反馈了说，哪怕不是恋爱关系，随便网上认识个什么男的都神经兮兮奇奇怪怪的，就是我们说的猥琐男嘛。女生日支和时支还亥亥自省了，代表这个女孩日常的纠结和内耗，更别提亥水还在夫妻宫，一遇到感情的事情脑子就越发的糊涂。亥水里的甲木藏干为财，又是官杀的根，一路顺生，代表女孩会无脑的给男人花钱，最后还会把对方养成白眼狼，因为财去不停的声望官杀这个忌神，而这个忌神又贴身克他嘛。女孩反馈说，在刚确定关系时候就给对方花了不少钱，最大的问题在于这个女孩本身就没什么钱，甚至还没成年呢，但还是把手里本就不多的钱全花到对象身上了，而对方也理所应当的接受了。两个人谈了半个月还没到，女孩就已经感觉到这是一段虐恋了，但还是问我他俩会一直谈下去吗？这种状态就是大家口中的恋爱脑，从命理的角度来看就是官杀为忌了。八字中的忌和紫微斗数中的忌有一个共性，代表执念。那什么情况下会成为执念呢？总是求而不得的东西才会变成执念吗？换句话说，忌神在的地方就是人生中最大的阻碍和磨难的地方。官杀为忌的女生不仅感情上一言难尽，生活工作上也很难顺遂，主要是因为千百年来各种社会和文化中还是以男性主导居多，哪怕能力相当，只要占一个男性的身份，就大概率会拿到只有一个的机会。公司里的高层也多数是男性，那这对于命盘里官杀为忌的女生来说就是一场灾难了。好在离火运来了，女性能量崛起了，越来越多的女性身居高位，占据权力位，这对于被压迫了数百上千年的女性群体来说，看似是一件好事，但深挖的话不好说，毕竟物极必反嘛。但这是另一个话题了。谈到女命官杀为忌神，我再举另一个例子，是我的一个前租客，一个来自巴基斯坦信奉穆斯林的女孩。在穆斯林这个信仰中，男女都不应该在婚前和异性有肢体上的接触，性行为是尤其被禁止的。这个女孩的情况是，她一方面看似是非常虔诚的穆斯林信徒，因为她每天早上天微亮的时候就会在客厅或者阳台做祷告，但另一方面她又总是忍不住想从男性身上得到陪伴和爱的感觉。那这种违背宗教信仰的行为，命盘中其实也看得出来。她月柱一柱偏印还为忌了，印本身就有信仰之意，偏印代表小众的观念，为忌了代表他有他自己的小众观念，是违背主流价值观的。这个主流价值观是对于他所处的那个环境来说，换句话说就是他家族中的宗教信仰嘛。偏印为忌在月柱父母宫兄弟宫，代表他的这种小众观念和他所处的环境原生家庭的观念是不一致的。这也是为什么每次他都和我强调不要当着他朋友或者家人的面聊他带男性回家过夜的事情。他当时咨询我的问题是，为什么晚上来陪他的这个男生总是对他忽冷忽热的，有时一天都不回复信息，就连晚上来找他这件事情都是他不停的打电话发脾气或者是祈求对方才会来，就连两个人每次的性互动都是女方主动，但男方总是不起来。那他想知道这个男生的性功能障碍是只对他还是他本来就有问题。这种情况可能很多人就不能理解了，他既无法在这个男生身上得到身体上的满足，也得不到精神上的陪伴，还总是因为这个男生的若即若离搞得他患得患失，每天不开心。那到底为什么还非他不可呢？这就是女命官杀为忌且贴身做夫妻宫的特点，他们自己也理解不了为什么总是被这样的人吸引呢？像这个女孩，她不是不知道这个男生是一个没有担当的人，但就是这种若即若离的气质很拿捏她，让她欲罢不能。
实际上，这个女孩的前夫也是这种类型，从结婚到离婚，男方都不愿意碰她。女方反馈说，她的前夫也有性功能障碍。这一点我是相信的，因为这个女孩的命盘特点就显示了，会和她建立情感链接的男生都是不把她当回事，且有性功能障碍的人。他问我，他应该怎么做才能逃离这个所谓的魔咒呢？我说他什么都做不了，原因很简单，那些稳定的一心一意陪伴式的男生，他就是喜欢不起来啊。他自己也遇到过那种通识意义上的好男人，但他就是觉得对方没有魅力，没有性吸引力。他每次都只被这种没有责任感、没有担当，但长得还可以的男性吸引。那要怎么改变命运呢？不只是他，任何官杀为忌的女性都是这样。她们通常自己都能意识到问题在哪里，但下次遇到同类型的男性，还是会吸引他们，让他们上头，欲罢不能。而那些在感情中稳定和付出真心的男生，在他们眼中就非常的无聊，没办法在情感上让他们靠近。这也是为什么我总说，感情这件事情，哪怕提前知道了结局，也改变不了什么。因为吸引力这个东西，它就是磁场决定的，不是你理性能控制的。像一个极度颜控的人，只要对方长在他的审美点上，哪怕这个人在其他方面都远低于男性平均水平，那对于这个女性来说，可能也没什么关系，只要颜值在线就行。那后面这个男性做出了超出常人认知底线的事，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这从一开始不就是可预期的事情吗？另外，我发现只要女盘官杀为忌，就几乎很难找到同时夫妻宫状态好的命盘。比如 A 女，夫妻宫为喜神，看似是好事，但能量流通起来以后，这个喜神最后给忌神助了力，让女方初期抱有不切实际的期待，最后伤心又伤身。其他命盘也是一样的道理，只要女命官杀为忌了，夫妻宫总是会因为能量流通或者做工的原因，也起不到很好的作用。而官杀为喜用的女生就是完全相反的情况了。首先，官杀为喜用的女生非常清楚自己想要找什么样的另一半，且当她们意识到对方或者两人相处的状态不符合预期的时候，官杀为喜用的女生是能够及时抽身的，不像官杀为忌的女生，一旦进入情感关系就被情绪左右，一再的降低自己的底线。官杀为喜用的女生不是没有情绪，而是不会一直被情绪左右，所以她们更有机会找到适合自己、对自己好的男性。说到底，是你教会你身边的人如何对待你的。当你明知道对方非良人的情况下，还和对方继续纠缠，关系不清不楚的纠葛下去，那你就是在告诉对方，你被这样对待也没关系啊，不需要付出多少努力就能把你留在身边，用你的钱消费你的身体，那何必花费更多的精力和时间去珍惜你呢？八字其实看的就是日主和环境的互动关系，不只是感情关系，任何关系都是一样的。环境喂给你信息的同时，你也在对你所处的环境做出反应，而你做出的反应会进一步反哺给环境，然后再一轮的反馈到你自己的身上。这也是为什么说不要和烂人纠缠，你越是纠缠，对方越是没完。但这种对话对于官杀为忌的女生来说，可能也就只是一句话了。道理大家都懂，但真的到了做的时候，就不见得都做得到了。尤其是感情这种不由人理性控制的事情。这也是为什么我不愿意做感情类项的视频的原因，甚至说任何关于个体行为的话题，我都没什么兴趣去讨论。因为你会怎么做，说到底都不取决于你自己，而是取决于你的命盘长成了什么样。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说，这么表达也不准确，不太对。因为命盘就是你，你就是命盘，命盘只是把你个人的信息数字化呈现出来了而已。如果你是一个感情上本就拎得清的人，那哪怕把你丢在乱七八糟的环境中，也不会把你带跑偏。反过来，如果你本身就是一个自控力低的人，那只要环境中有那么一点诱惑，你就会被引导。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有的人出国以后各种酒局、滥交、用药，有的人就不会那么做。每天混迹酒局和不介意滥交的那些人，他们的命盘中，尤其年月两柱，基本都是忌神的能量。年月一方面代表此人所处的环境，一方面代表原生家庭和小时候的成长环境。
这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我们可以根据一个人的行为判断此人是在什么样的家庭环境中长大的，以及这个人的社会层次是什么样的。这不是刻板印象，这都是有依据的。如果一个小孩从小在有规矩、有教养、有爱的家庭中长大，那这个人长大以后也会具备相应的自控能力，分辨得出什么行为叫自爱，什么行为是不可取的。那些从小就生活在混乱中或者缺爱的家庭中长大的小孩，他们就没有这样的认知。长大以后，但凡有人给颗糖，表现出一点关心，就让这个人沉迷其中，无法自拔。关杀为忌的女生通常都是这种类型，说到底就是因为缺爱嘛。而且通常关杀为忌的女孩，父母关系也都不好，她自己也非常不愿意找一个像她父亲一样的人。但命运有时候就是很捉弄人，越是害怕找到和自己父亲一样的男人，就越是容易遇到这样的男性。因为如果一个女孩已经那么高强度的排斥她父亲了，那说明财或者父母宫的能量为忌的程度已经很高了。而能量强的星曜或者宫位代表的人事物，无论如何都会出现的，无论喜忌。区别只是在于说，喜用神的话自然是好事，代表命主的人生中遇到的人和事情，要么是利于命主的，要么是命主自己喜欢的人和喜欢做的事情。而忌神则相反。前面也说了，年月为父母宫，尤其月柱是一个八字中最重要的位置，代表一个人的原生家庭和所处的环境。一旦为忌，且是高强度的忌神，则意味着不利于命主的人和事总是在他的人生中反复的出现。这也就能解释为什么官杀为忌的女生总是和道德感低、没有责任感的男生纠缠在一起。说到底，是因为他们从来就没有见过有责任感、有担当的男性是什么样子的。他们的生活中都是所谓的烂人，导致他也只学会了和烂人打交道的能力。遇到有责任感、有担当的男性，反而不在他们的雷达区内了，他们的情感就不对这些人做响应了。我的客户中70%都是女孩，女孩里面80%都会问到感情和婚姻相关的问题。当我描述了他们的另一半特质和婚姻状况的时候，有相当一部分人都反馈说，那完全就是他们父母的样子，而他们最不愿意找的就是他们父亲那样的人，不想要他父母那样的婚姻。其中有一些已经有另一半的人也反馈说，他们已经非常努力的在避免找和他们父亲一样的男人了。谈恋爱的时候对方都挺好的，一进入婚姻以后，对方就变得和自己的父亲一模一样。其实这种情况一点也不稀奇，在命盘中，婚前和婚后本就是由不同的星曜和宫位负责的。婚前和婚后一模一样的感情，从古至今都是极少数。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婚姻就是一个人生的转折点。结婚意味着要么开启一段新的美好的人生，要么葬送前半生的幸福。而在现在这个大的时代的背景下，大部分人是后者。这和天时地利有关，并非是个人能决定的事情。这部分内容我会在另外一期视频里面详聊。如果有更多相关话题的疑问，欢迎大家评论区留言互动。今天这期视频就先到这里啦，下期再见。